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10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83.08，收盘价是185.06，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6.39，最低价是在179.74。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7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239亿股，与前一个交易日相比较是略有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开口略有缩小。双线是继续下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MACD 开口增大，双线是继续下行，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红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由多头的趋势向空头的趋势转变。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蜻蜓线，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叫锤子线。那么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含有长长的下影线，几乎是实体的2倍以上，上影线很短。那么这样的一根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通常情况下，在下跌的行进中，如果出现蜻蜓线，它是止跌的信号 K 线。那日后股价如果收盘价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呢，将预示着止跌成功，那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向上反弹。好，那当然，如果日后股价说收盘价跌破了这根蜻蜓线的最低呢，那我们说股价将会继续下行的走势。那对于4月6日这根蜻蜓线的不足之处，就是当日的成交量没有出现量增，反而是出现了量缩。对，那这样一来呢，日后的这个反弹的走势呢，我们要特别关注4月10日的开盘。如果是高开盘是容易继续反弹的，如果是低开盘呢，那股价很容易会继续向下。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2个可能，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跌，或者是反弹上涨。那下跌收盘价会在180附近。另外一个方向是会出现反弹上涨，那股价收盘价会在194附近。这是第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止跌横盘，收盘价会在189。那实际在4月6日，收盘价是在185.06，出现了横盘。实际上出现蜻蜓线也可以把它称作叫止跌横盘。但是我们预测的也是止跌横盘，不仅呢也就是说我们预测的止跌横盘与实际的发生不仅是点位相差比较大，时值也是不同的。那我们预测的止跌横盘收盘价会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而实际发生的这个止跌横盘呢，出现的是就是说是向下的一个止跌横盘，对，或者我们称作叫低位的止跌横盘，所以它在本质上是有不同的。好，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
出现这样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啊，日后是很可能会发生反弹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那股价在4月10日或之后的交易日，如果出现反弹或者上行，那么它的目标，当然是要站上202，也就是这个连三红的下跌 K 线组合的架构。所以股价上行的目标一定是202。但是在到达202之前呢，我们说目前股价反弹的目标将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5日均线值是在190附近，这是它的上限。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好，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然后当然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上方的这个202，我们把它的颜色变换一下。好，那我们说股价只有日后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啊，才会有继续上涨的动能或者反弹的动能，才会接下来的目标将会站上202，去瓦解这样一个连三红的下跌的架构。好，我们清理一下目前的辅助线，我们先把这条线下移。好，那么股价上行，我们再重复说明一下，第一个目标是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是在190附近。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要瓦解这个连三红的K 线组合的最高在202。那在到达202之前啊，各条均线值将会成为压力。那上方第三个目标就是207。我们说站上207将会重新建立多头趋势，股价会继续向上。好，这是上方的3个目标。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那么对于股价的下行，我们说我们将会移动这条水平线，因为目前我们会看到4月6日的收盘价已经跌破了185的这个水平线，所以股价在日后如果出现下行，它的目标将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是在180附近。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下移。好，在这个位置。好，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那么，第一个目标，也就是说要瓦解这根止跌的信号 K 线，所以股价下行就是要突破这根蜻蜓线的最低。那一旦蜻蜓线最低被跌破呢，那我们说股价将会继续下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这个176。那176如果被跌破呢，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3，是这个3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那我们说股价自从3月31日出现这根实体长绿 K 线之后，这一波下行走势，它的总的目标就是要跌破164，也就是3月13日这根 K 线最低。也就是跌破它会建立，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有头低，然后一旦日后跌破164呢，会出现底低，也就是建立这样一个下行的空头趋势。好，这是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好，那么对于4月10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一个位置，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是在186附近。我们把这条水平线移到186。好，
那我们要关注就是股价如果出现反弹，是否能够突破这个蜻蜓线的最高，并能够在收盘的时候站上它。我们说股价只有站上它，才能够继续出现反弹。那如果股价在盘中遇到这个蜻蜓线的最高而不能突破，最后是反转向下呢，那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行。对，所以在4月10日，我们特别关注这个186这条水平线。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那目前我们还留有这样一根趋势线哈，我们继续保留它，因为我们看看股价如果出现反弹之后，是否遇这个趋势线成为一个压力，或者说是否能够站上这根趋势线，我们继续保留这根趋势线。好，那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的两个区域，就是在这个区域了。如果说股价既不向上突破，也不向下突破呢，我们说股价会在这个区域内出现一个短暂的休息横盘。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是没有多头的仓位的。那在4月6日出现了这样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并且呢，如果它是一个蜻蜓线呢，它又是一个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而且是在盘中即出现了反弹。我们来看看当日的分时图，在当日它是一个低开盘，然后下探到最低点之后，在盘中是一路向上，那么股价最后是收在相对高的位置。我们说股价在日内就出现了止跌反弹，所以日后是很有可能会反弹的。那么在这个收盘价，也就是185的这个位置呢，在技术上，目前是不可以进场的。理由是在当日4月6日当日出现的这个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那如果这是一个量增的话呢，在技术上我们在这个收盘价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然后守止损位，守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守在180这个位置。对，所以呢，缺少了这样一个量增的条件，在技术上我们是不建议在185这个地方进场的。那不在这个地方进场，什么时候进场呢？我们要等股价出现反弹之后，如果能够重新站上20均线值或者是5日均线值之后，我们才能根据情况再看是否能够进场。好，当然这也要根据个人的一个意愿。好，如果说不考虑这个成交量的这样一个条件，说我就想在185这个地方进场抢反弹，那也是可以的，但是止损一定要守在179这个位置。对，好，这是多头上的操作建议。那虽然我们说是可以进场抢反弹，止损位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在这个视讯当中是没有给出多头或者叫反弹进场的建议的。对。好，那么我们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对于空头来说，4月10日在开盘之后，由前高也就是186开始，一直到上方的190，对，也就是说，从这个我们要观察的这个位置186，一直到5日均线值的上限，在这个区域内都会有空单进场或者是加仓。对，那么他们的目标一定是175和164。
这两个位置。那么目前空单的回补位，我们说在之前也是有空单持仓的，对。那么空单的回补位目前依然是198，或者是在194附近。这个我们在前一期视频已经给出，对于4月6日也是这样的，对。好，那目前对于4月10日，它的回补位很有可能会提升到194。我们会看到194呢，正好和我们自己画的这个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焦点重合，对。好，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当日的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186，然后接下来的压力位是在189到190之间。那在这个区域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都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位置将是一个强压力。当然，如果是强压力，那如果股价能够站上它，那我们说股价将会继续向上。对，好，那第3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92到193之间，是在这个区域。然后接下来的一个压力位就是198，是4月4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空头的回补位，有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好，这是上方的4个压力。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第一个支撑就是前低在180附近，然后第2个支撑是176，第3个支撑就是下方的164。好，这是下方的3个支撑。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么我个人的判断呢，在4月10日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或者是横盘向上。好，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一个强势的反弹。如果出现强势的反弹，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5，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195，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193.5附近。那么也就是说，出现这样一个强势的反弹呢，它的收盘价会重新站上各条均线值。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强势反弹。好，这是第一个可能。第2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如果出现横盘向上呢，那它有可能会是一个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1.5，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189，然后收盘会收在187附近，在这个位置。它的条件是在当日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高于19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横盘向上，然后收盘价会在187。好，那么这是我们给出的4月10日的2个可能。那我们在今天的预测的时候呢，并没有预测股价会下行。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解释一下理由。理由就是我们来看大盘，我们来看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我们会看到在4月6日出现的是叫做止
跌，然后出现了反弹向上。那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前一日也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对。那并且连续2个交易日都是带有成交量的。那么在4月6日的纳斯达克的综合指数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所以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大盘很有可能会继续向上，对。那么继续向上呢，我们说5日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压力，对。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叫做原因呢，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大盘如果是向上的，那么特斯拉股价也应该是向上的，并且在大盘的这根 K 线啊，这是一个含有下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所以实体长绿 K 线它的50%的成本线基本是在这个位置，所以股价一旦低开呢，我们说指数一旦低开呢，那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有支撑，并且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也在这个位置，所以大盘的这个指数很有可能会被拖住的，对。那么一旦遇到支撑，那么指数呢也很有可能会向上。那这样一来，我们再来看特斯拉股价。特斯拉的股价呢，我们说在4月6日出现的是这样一个蜻蜓线，那一旦高开呢，我们说再有大盘指数的推动呢，所以我们认为在4月10日特斯拉股价会出现上行，对，所以我们没有给出下跌的这么一个可能，对。那在这里还要补充说明，就是我们刚刚在技术上的操作建议说，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做多的，这与我们的预测并不矛盾。那在技术上，在这个位置进场抢反弹是缺少条件的，就是没有量增，对。然后我们预测的结果是主观的预测，是依据大盘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主观的预测，并不是依据K 线信息的这么一个预测，对。好，那这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4月1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呢，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